做自由的模型天蝎哥为您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。本期要各位分享的是大班最近翻模的韩国高达基地限定命运一端。那么翻模韩国限定这个词儿听上去有点怪怪的，坏了，大班也干了。目前这款模型的现货价格在108元左右，大班的新6601目前的价格在78左右。本款模型在配置上，老实说也没比新6601多多少东西，甚至用的还是老模具，就显得更没有意思了。由于一端这个东西我估计各位都比较熟悉了，所以本期视频就来看一看这个大杂烩是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。本款模型的盒子也算是直接抄过来了，然后是去掉了许多的文字，最后就剩下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封面。本款模型一共是37块板件，大班应该是要比万代多一块太刀的电镀件，并且大班在部分零件排布和万代还是有区别的，废件好像是比万代少一点点。那么这一款模型的板件我一共是分成了以下的4个部分，水贴、补色贴纸、说明书也都是标配了，补色贴纸才切的相对来说还算可以。首先来看这一堆大班里边新开模的零件，主要就是命运一端背包主体的部分，零件非常油，塑胶也是特别的明显。这几块零件细节表现算是大班里边还说得过去的东西，但老实讲，目前这个 KO 市场里边比这个质量好的翻模模型也挺多，只能说大班要是真的没活了就退环境吧。而另外一堆就是高高模具的部分，包括高高原本的 MG 命运豪华版的光翼连接件，剩下的就是高高命运的翅膀零件。大班在这个部分是有做一些修改，其实说白了就是用高高的模具换了一种材质重新开模的，摸上去又油又厚，但是刻线精度和整体的零件质量和屎一样。零件里边是存在杂质，这个更不用多说了，都是标配。白色的还好一些，但是这个蓝色翅膀零件真的是一言难尽呢。这个表现我相信已经不用我多说了，各位也能看出来了。支架地台也是高高的模具。另外这一堆就是大班曾经翻模过的蓝云端 2R 的部分，零件分的比较碎啊，最初我还没感觉是原来的模具，甚至看到这个背包连接件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新开模的部分，但是到了这一块板件上就感觉这个飞边和塑胶还是那个味道，就是换了材质而已。金色电镀件依旧是有提供，橙银色的零件也有，刀刃这一次是换成了红色磨砂透明件，效果还是可以的。剩下的部分就是新6601的模具，区分新6601和老6601的区别就是看刻线细节和有没有隐藏水口。新的一部分刻线会更细更清晰，但是都在零件内侧，外侧细节就会比较一般，尤其是白色外甲内部的细节刻画嘎嘎清晰，外面却肉的要死。本款模型的内容物包括换色一端主体、换色命运脉冲背包、支架地台，还有一些武器配件和背包连接件，而废件也是会剩余这么一大堆，主要是 PC 件、红一端大件的零件、脚部零件，还有肩甲和胸甲，再有就是命运盾牌以及蓝一端 2R 的零件，甚至 2R 的驾驶员细节刻画都要比新6601的强上很多。那么本款模型的主体大部分都是新6601的，但是胸部和头部的组合度真的是差的要死，四肢和胯部相对来说还能好一点点。再一个就是这关节真的是软的要命，尤其是腰部的球形关节、手臂关节、手腕关节、大腿根的平转，还有这个逆天松的要死的脚腕，别说是加背包了，就没有背包的状态下也很难站稳，想要摆个动作真的是很闹腾的一个状态。肩甲是 2R 的结构，所以前后会有轻微的活动，后面的白色零件也是可以进行活动。肩甲侧面的装甲能够进行收纳，增加手臂的活动范围，同时整个肩甲和手臂的连接会很松，比较影响把玩。脚腕装甲也是多了一块活动关节，2R 的脚掌里面藏了2把剑刃，前端的活动还好一些，后面这个没有固定卡位是很容易拉脱的。主体部分可以安装的武器配件就是红一端和蓝一端的近战武器，但是比较抠的一点，这2个只能2选1，卡损只有1个。有一说一，本来红一端还有一个挂在侧边甲的可以安装武器的连接件，至今翻模里边只有机甲先驱做了，大班也抠，万代也他妈抠。匕首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，纯蓝色。太刀更改最明显的就是刀刃变成了红色透明件，我是不太抗拒这种改动，但是大班的刀刃依旧是弯的，就让我感觉很难绷，并且可动手里面的卡损对于武器的握持也不是特别行，很松。另外一个就是支架连接件和主体的固定效果也很一般，把玩的时候这个部分真的很容易直接拉脱了。为了适配命运一端的背包，这里是给了一个一端系列的背包连接件，有了这个东西就可以安装其他强袭系列接口的背包组件。
这个连接件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这里的零件连接会比较松，活动的时候容易掉，另外一个就是下端的球关节和上面的方形卡榫，这2个和主体的连接稳定性都不咋地，安装背包之后很容易就给拉拽下来，并且背包和主体有一段距离，加上腰部是松软无力的，这个把玩效果我相信各位可想而知了。最后的配件就是这一款模型的重量级命运脉冲的背包组件。最初我认为2R 的部分估计得是老模，毕竟就那么点儿，但是命运的翅膀有可能重新开模。本来我是想着未来还有可能出命运脉冲，但是我想多了，我想到的是88系列的脉冲，但是我忘了高高还有 MG 的脉冲高达，就算未来要冲命运脉冲，估计也是高高脉冲加这一款模型的背包。呸！而这一款命运脉冲背包主体部分是大班新开模的东西，算是这一款模型里边质量还说得过去的部分。机头是带有独立的活动关节，前端也是有坚韧器的补磁贴纸。我印象里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可以作为支援机进行使用？背包底下还有一个接口，但是没有连接件。尾端2个推运器是有一点可动，并且这个部分用的其实是 MG 命运的侧运架，两侧连接翅膀的部分和命运也有区别。这一次是做了连轴结构。这个部分活动紧实度也还不错，但是机翼的平转这里的关节紧实度就比较一般，尤其是在安装光翼之后不是太好固定。两侧挂带命运武器的组件也是高高的模具，这一次的武器是变成了2把枪，尺寸不小，分件也会很简单，但是这2个部分里边的结构是不同的，其中一个固定枪没问题，另外一个没有固定结构会很松，完全没有固定效果。而万代命运脉冲背包这2个组件是一样的结构，大班这个我真的把除了可以安插这2个炮以外，还可以安装原本 MG 命运的武器，固定效果还没有问题。2把枪底下还有收纳的握把，可以单独拆卸握持在手上，但是这2把枪的握把是顺边的，另外一只手完全握持不了，而且握把的卡榫和大班的手里边的卡榫是不匹配的，我他妈真的是这都什么破玩意儿啊！翅膀这个部分就更是重量级了，组合度真的是特别次，我真的是好久没做过组合度这么拉胯的东西了，并且拼完了，用钳子安装完成了，还有缝隙。这个部分一直在告诉你，老弟儿，这就是老艺术家的含金量，这质量都不如我之前做过的小白龙宇宙星神好。翅膀的联动展开是好是坏，这个就得看活动的时候能不能把卡位给它卡上了。翅膀根部的关节偏紧，活动需要注意。光翼连接件需要先安装下面这个，再固定上面，效果嘛也还算说得过去。由于之前主体比较实，装上背包以后就更废了，完全撑不住。一个是腰部的球形关节撑不住，另外一个是背包自己的连接件，它也撑不住。这就是2024年末的大班，这就是还活在现在老 KO 厂家的含金量。那么到此为止，这一款模型就全部的介绍完成了。综合来说，这真的不行。新6601和新开模的板件还说得过去，但是因为 PC 件过于垃圾，本款模型的关节纯是一盘散沙，摆动作和把玩会非常难受。同时整体的组合度偏紧，整体在制作的过程中不是特别好，加上大量小零件偏松，都需要胶水进行加固，即便是速组完成以后，也会被这拉胯的表现搞得完全不想动。也有可能是我变了，变得不再适合玩翻模了，但是就我手中这一款大班命运一端的表现来说，真的是非常不推荐。即便是买了各种改件，也只是徒增工作量，最后的效果可能也达不到自己想要的状态。如果各位感觉还能折腾折腾这一款模型，还有别的想法，那么就遵循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不太想折腾，那我还是建议去选择一下其他的东西吧。本期的 C 哥模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